是习惯用微笑武装，到底要再受多少伤，考验我的坚强。徘徊是非两端，爱恨中找答案，就算还是少了陪伴，至少我还有孤单。放下了遗憾，成就下个美满，不怕孤单，再困难我也有勇气去承担。放下了不安，我要继续往前闯，失去过才能打开人生另一扇窗。打开人生另一扇窗。安迪，你的咖啡。谢谢。好好的跟安生谈吧，我先回去了。你陪美琪啊？嗯。怎么了？在想什么？没什么。不是叫你不要来了，怎么你还过来？我听说美琪醒了，我过来看她。我说了不要再让我见到你。安生，让我当面跟美琪道歉好吗？安生，帮我送我妈回去，美琪，我想跟她谈一谈。安迪，我送你回去。嗯。我已经听说你和米少拆伙的事了。说好听是拆伙，但实情呢，我是被他赶出来的。那你接下来会有什么打算？我暂时还没打算，不过不会饿死我的。江俊伟的官司你打输了，他的爸爸肯定不想再和你合作。以他的影响力，你之前的 client 肯定不想再理你。你不用在我面前逞强了。我没逞强啊。我以后不再需要对着这些有钱人，你都不知道我现在多轻松了。就算要你喝西北风也无所谓。那，我已经把收集多年的富豪名册全部都烧掉了。你看着，我武家明从今天开始呢，重新做人，抬头挺胸，我只做我喜欢做的事。我不再当前的奴隶，也不再需要对着那些有钱没人性的富豪嬉皮笑脸了。好啊，拭目以待。谢谢你啊。谢谢你这次安然无恙。如果你这次有什么商长两短、缺手缺脚的话，我武家明就算赚尽世间财也还不了你。不要以为我现在没事，你就什么都不欠我。那我最多跟你提早解约啊，就从今天开始吧，你不算是我的员工了，你自由了。太便宜你了。哎，你不要那么过分啊！我现在是口袋空空，没有什么可以赔你的。我要你帮我打一场无偿官司。无偿？到时候在庭上，我会强调你和王小玲根本就没有利害关系，即使他真的撞死了江俊伟，你也不会得到任何好处。所以你教说他谋杀这件事情根本就不成立。你知不知道当时我在负责什么案子啊？当然知道啊，就是那宗 hit and run 对吧？整个庭审记录呢，我大概研究过了。其实，那你应该非常的清楚，站在主控官的立场上，我非常希望江俊伟被定罪，所以不能够说毫无关系。但是最后他确实被定罪啦。你都会说了，那是后来。王小玲之所以会情绪不稳定，是因为在辩方律师的暗示之下，让他认为自己才是害死弟弟的凶手。他尝试来跟我自首，而不是江俊伟。所以当时检方的形势确实不利。如果你有认真研究过案情的话，为什么连这点也没有看到 ？Sorry， 如果这个论点行不通，那我们就制造疑点，让法官无法定你的罪。什么疑点？反正那段监视画面只拍到你的侧脸，就说影片被拍到的人不是你，只不过是长得像你，而且你从来根本就没见过他，只是警方对号入座。小妹妹，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？你知不知道法庭内有多少的监视器？
只要警方逐一调阅，就能够知道当时我真的在法庭里面穿了这套衣服，梳了这个发型，走到这个走廊才跟王小玲见面。如果到时你在法庭内真的这么打的话，不只是你，连我也会被取笑的。还是你有什么其他想法？不如你说说看。你是来帮我辩护的，你自己功课做不足，反过来问你的当事人该怎么办？我只是想询问你的意见。我真的很怀疑你到底是怎么毕业的，你知不知道？像你这样子不专业的律师，是会害死多少的当事人的？对不起，请再给我多点时间。Michelle， 谢谢你愿意再次给我机会，但是我真的胜任不了，对不起。Sandy， 将来你也会遇到比他更棘手的 client， 就当是一次学习的机会吧。有我在背后帮你，不用担心的，就当卖我一次人情，撑下去好不好？我也希望自己帮得上忙，问题是委托人都不肯配合我，而且现在警方已经掌握了对他极为不利的证据，他竟然还敢对自己委托的律师有所隐瞒，我真的猜不透他到底是怎么想的。他还是不肯说为什么向警方隐瞒见过王小玲的事。姐夫，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？你竟然找来一个连资料都没有看全的菜鸟来帮我，难道你还指望他帮我打赢官司啊？以你现在的情况，真的没有得选择了。我知道，可是最起码也找一个能够尊重自己的职业、尊重委托人的律师啊。我非常清楚现在自己的处境，也知道外面凡是跟我交过手的律师一定不会帮我。可是我真的不相信没有更好的人选。不是没有人选，是你自己不愿意接受人家的帮忙。如果你是说那个女人的话，我宁愿自辩。曼宁，现在不是争一口气的时候。那个女人害死 Daddy， 你要我怎么相信她？那你总该相信我的判断吧。我是不会害你的，而且你妈妈跟你姐姐，他们多希望你能尽快回家，尤其是你妈。他们还好吗？我的事应该让他们打击很大吧？前2天，你妈妈进了医院，哮喘病又发了。本来他们是要我对你保密，但是我实在办不到。你妈妈的健康一天不如一天了。之前是你爸出了事，现在轮到你。你说他哪里承受得了？曼宁，你的官司影响的不止你一个人，你身边所有关心你的人都会受到牵连。现在真的不是耍性子的时候。听我的话，把过去的恩怨放在一边，让真正有能力的人来帮你。我是想告诉你，曼妮已经答应让你当她代表律师了。能说服他的就只有你了。不过她有个条件。我都想到没这么简单。说吧，什么条件？对你来说是一点为难啊。我早就有心理准备了，别卖关子了，直接说吧。她说不想见到你，也不想听到你的声音。我真的是服了他。对不起啊，需要你帮忙还要开这种条件，希望你不要介意啊。我还有选择吗？你是？我是武家明律师，你只需要在这张委任书上签个字，从这刻开始，我就是你的辩护律师。是谁找你来的？你不用担心，是一个朋友托我来的。
我将有义务帮你打这场官司。朋友，就是那个差点被你撞死的汤美琪律师。米少，你那里听到我说话吗？很清楚。好，那我们这里准备好了，随时可以开始。Sandy， 先让他交代当天的事发经过，从他离开法庭一直到他跟王小玲见面期间发生了什么事，要他一字不漏的全部交代清楚。明白。我是到了上庭的时候，才知道小东是被我害死的。要不是我给他吃了安眠药，他也不会迷迷糊糊的冲出公路去被车撞死。那你为什么去找温曼宁律师啊？因为我很内疚，我想要把真相告诉他，向他认罪，所以我到处找他。最后我在停车场看到他，当时候他正好要开车离开，所以我就上前去拦着他。趁我还有勇气的时候，我要把事情交代清楚。他当时什么反应？他一开始不怎么想理我，好像是赶着去什么地方，我就只好离开了。可是过了不久，他又倒回来找我了。他又跟你说了什么？没错，那个时候是我主动联络他的。为什么？我发现当时他的精神状况不是很好，害怕他做傻事，所以就选择追上了他，告诉他不要把弟弟的死归咎在自己身上，提醒他真正的罪魁祸首还在法庭上受审，法官一定会还他个公道。还记不记得当时王小玲也是什么反应？他当时情绪非常的激动，还不断的质疑法律是有钱人的游戏。你还跟他说了些什么？为了安抚他，于是我跟他说，他说，如果法律没有办法给你一个满意的结果，你就用你自己的方式去替小东讨回公道。你肯定温曼宁是这么说的？我确定。你有没有考虑到你这么说，很可能会导致对方误会了你的意思？我当时只想尽快让他冷静下来，没有想到接下来会有这样子的后续发展。Sandy， 我要你帮我查王小玲的医疗背景，看她有什么病历或者是吃药的习惯。知道了，我待会去查。再帮我问她最后一个问题。还有一个问题，为什么当初要隐瞒警方，说你没见过王小玲？我不觉得说出来会有什么帮助，免得节外生枝，所以选择不说。Sandy， 你跟他说，他懂法律的，他应该知道这个举动在法官的眼里意味着什么。请他不要用这么牵强的理由来敷衍我。请你转告他，如果他没有信心的话，或者想临阵脱逃，趁早，免得浪费大家的时间。够了，今天到此为止。到此为止。王小玲在2年前跟丈夫离婚，唯一的儿子也被判给了前夫，她因此而患上了忧郁症，所以要长期以药物来控制病情。忧郁症。如果我们向法官提交这份医药报告，证明她的精神状况真的有可能导致她曲解温律师的话，你说会不会提高我们的胜算啊？对一般人来说，这或许会有用。问题是，温曼宁是资深的检察官，法官会认为，既然他熟知法律，就应该懂得分辨什么话应该说，什么话不应该说。而最大的问题是，他之前撒谎，又不肯跟警方合作，法官对他的印象肯定大打折扣。那我们该怎么办啊？首先，我们必须让法官相信他会撒谎是情有可原的。但是对一般人来说，为了避免麻烦，偶尔撒点小谎也是人之常情啊。先不管法官认不认同这个观点，以我对他的了解，这不是他一贯的作风。我跟他在法庭上交过手，他这个人完全不讲人情，凡事秉公办理。这次为什么会这么反常？会跑去关心王小玲，而且还跟他谈了这么久。其实是对方找他在先的啊。以他的性格，可以打发的，他绝不留情面。那会不会是他变了？又或许是他想隐瞒一些事实。啊，
有忧郁症，弟弟枉死，再加上有人煽风点火，一时冲动做出不理智的事，我呢只能用这几点替他向法官求情了。吴佳明，你不要应酬我，我知道你可以做得更好。我已经尽力了，小姐。是不是因为没钱赚，所以敷衍了事啊？别说没钱赚了，我现在还照你的意思，用匿名捐了一大笔钱给他母亲治病了。你还想我怎样啊？我要你帮他争取缓刑，要不然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。那你知不知道温曼宁找了谁当他辩护律师呢？不是 Sandy 凤吗？那是谁啊 Sandy 凤现在只是他的 second chair， 首席律师是你我都认识的，也就是麦宝华大律师。Michelle？温曼宁一直把他父亲的死怪在Michelle身上，他怎么会请Michelle？我怎么知道？他现在应该对我恨之入骨吧？有机会你自己问他。总之呢，我什么都不管，我只想打赢官司。我警告你，你不要为了打赢官司而耍出什么卑鄙的手段。哇，我随便打也不行，我认真想打赢也不行啊！你真的太难伺候了，我宁愿当初被车撞人是我呢。我先走了，再联络吧。美琪，安生，他来干什么？谈王小玲的案子。一看到我就走掉，分明就是做贼心虚。他怕你再揍他，还不快跑？我始终想不明白，你为什么要把案子给他，给我不就行了？你律所这么忙，我不想加重你的负担。可是那个人根本就靠不住。别说他了，医生说过2天我就会拿到我的检验报告，我应该很快就可以出院。我也听说了，等你出院之后，好好在家里休息一阵子。米肖那边我已经通知他了，他同意让你身体恢复之后再回去上班。等我出院之后，我想去一个地方。哪都不准去，在家好好休息。可是我已经跟对方预约了。你都还没出院就把工作安排好了？不是工作，那是什么？如果你不想去，我可以取消预约。你答应我了？你怎么会有戒指的？我说过我随时都准备好，就等你点头。我知道你重新戴上它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我向你保证，我一定会给你幸福的。我一把它给戴上，就不打算把它给摘下来。你要给我幸福啊！一定。Come in，张医生，请坐，汤小姐。我在看着你的报告，你恢复得很快，一切正常。待会护士呢会通知你下次复诊的时间。另外，我开了3个月的药给你，记得准时服用。谢谢你，张医生。不用客气。哎，对了，你男朋友没见出院吗？他在病房等我。他真的很关心你啊。你们在一起多久了9个月。热恋期，难怪形影不离。我听安生说，我入院的时候跟你说了一些很奇怪的话，不好意思啊。没什么不好意思的，况且我跟他是英国大学的校友，我当然希望你们好。真的吗？这么巧？他没告诉你吗？没有。你们是怎么认识的？其实我们并不熟悉，记忆中应该在大学的时候碰过几次面。张医生，谢谢你啊，我不打扰你工作了。看来已经答应他求婚了。是啊，谢谢你救回我的性命，要不然
我们也不会有今天的幸福。你真的是我们的贵人。那我恭喜你们了。我先走了，拜拜。哇，好漂亮哦！表姐看来已经接受安生了，恭喜你啊，表姐！也要恭喜你哦，未来表姐夫。谢谢。筹备婚礼时候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话，尽管开口。谢谢妈。妈咪，我很开心哦。妈咪也很开心。严律师，恭喜你了啊！谢谢。好了，回家了。妈咪，我们回家了。好啊。怎么样？问过保安处了，这里是死角区，所以上面左右2台监视器都无法拍到这里的情况。怎么这么巧？有一点很奇怪，温曼宁告诉我们他是大约3点半来取车的，可是刚才那位保安人员说，他记得当时大约2点半左右就看到温曼宁了。他为什么会那么确定？因为他们必须在3点交班前再做一次巡视，所以时间方面是肯定不会记错的。那他怎么肯定他看到的那个就是温曼宁？他是检察官，每天都要进出法庭，对方是很确定看到他没错，会不会是温曼宁自己记错时间啦？他不可能会记错的。那么你认为他在撒谎？案发当天是几号？4月1号。4月1号，2点半。当天我也在现场。啊？我已经知道真相，你不用再躲了。今年的4月1号愚人节，有人开了我一个玩笑。当天下午3点，我正要离开法庭，发现车子的轮胎被人刺破了。当时我还在想，是哪个无聊人的恶作剧。加上赶时间，我就没有理会这件事。是你干的吧？你跟我们说3点半到停车场取车，但是有人在2点半看到你在停车场出现，在你可以隐瞒的这个小时里，你破坏了我的车，然后躲在角落里，等着看我狼狈的样子，对吧？为了这么一点小事，结果惹出这么大的麻烦，你觉得值得吗？如果我告诉你，你的当事人对你的恨已经深不见底，甚至要你死，你还愿意为他辩护吗？温法官到底是怎样被你收买？你有什么证据？我在他经常出入的俱乐部安排了一位美女侍应生亲近他，甚至还和他发生性关系，而对方是未成年少女。姓简的，明明是你儿子做错事，为什么连累我一家人呢？当年的确是我的错，都过了几10年了，为什么连我下一代你都不放过？曼婷，记住我说的话，不要让自己有机会犯错，要不然事后怎么弥补都好，怕他会跟你一辈子。Daddy，醒醒啊！醒醒，我不带去医院，你不会有事的。Daddy。喂，听到吗？这里信号不好，你等等啊。文律师，我要自首！文律师，小东是被我害死的，要是我给他吃的，我要自首！你早认准我吧！他都不能听你的。撞死一定是那个混蛋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只要找人报仇的话，
去找他，不要再来烦我了。我当时失去了理智，才要对他说出这番话。我难辞其咎。所以事后你主动找王小玲，目的就是想补救。等我冷静下来的时候，才想起王小玲当时情绪非常的不稳定。我害怕自己一番气话会让她去做傻事，所以决定回去找她。没想到，我非但没有办法扭转她的想法，反而留下了自己不利的证据。这应验了我爸说的一句话：不要让自己有机会犯下错误，否则之后怎么弥补也没用。怎么样？还想要帮我吗？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会踩下油门吗？我懂了。无论你的决定是怎么样，我都绝对不会原谅你对我爸做过的事。就算你死，我也绝对不会原谅。米莎，怎么样？找得我这么急，是不是案子进展了？对不起，我要退出这个案子。为什么？私人理由。是不是曼妮她有？我已经知会 Sandy 了，这是他的第一个大案子，他说他会坚持下去的。接下来的事，你直接找他就行了。Sandy 能有什么作为呢？米莎 ，Sorry。我跟曼宁之间始终有一个解不开的结，很遗憾，我这一次真的帮不到他。我知道为难你了。现在只有走一步算一步了。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向我太太和岳母交代。我岳父不在了，如果曼妮被定罪的话，这个家真的是垮了。这么多款式，真的很难挑。慢慢挑，我们有一整天的时间。连先生，麻烦和我来一下，想帮你量一量尺寸。我去就回。嗯。简太太。哦，刘太太，我叫你那么多声都没有反应，我还有认错人呢。哎呀，对啦，你离婚啦！哎呦，不好意思哦，哎，我应该改叫你什么？你叫我美琪就好了。美琪，你带你女儿来试婚纱？对呀，她未婚夫啊，临时说要飞去中国谈一个上亿的大生意哦，没时间，只好我陪着她来了。恭喜你啊！哎，对了，你陪朋友来看婚纱？不好意思，这是你未婚夫的电话，他请你替他保管。谢谢你。原来你又要结婚了！哎呦，我要再次恭喜你了！谢谢你。你这就叫这风水轮流转吧。君豪啊，搞女人搞到坐牢了，你呀就开开心心的结婚去了，真是世事难料，世事难料啊！刘太太，你为什么会一个人来？
你的老公呢？他跟那魔的绯闻不会是真的吧？我真的很佩服你，可以忍受这么多年。如果是我，我真的做不到。希望你的女婿不会像你老公一样。你，Irene，我们走。是的，妈。还在想刘太刚才说的话？别往心里去，有些人就是这样，心态有问题，希望别人过得越惨越好，只有这样才觉得自己的人生不至于那么悲哀。其实我不是在意刘太太说的话，我在想，如果当初我没有离婚，现在会不会像刘太太那样？所以你应该要感谢我，感谢你，是我把你从一段不愉快的婚姻中解救出来，而且我会给你别人梦寐以求的幸福生活。幸不幸福还言之过早。说到解救，是谁拼了命把你从沙发救出来的？我很有信心我们可以白头偕老，因为我们就是彼此的救星。你说这句话之前不会害羞的？这句话对你说的话，我不会害羞的。知道了，你是我的救星。我去一下洗手间。轩轩，这是给你的。给我的。不好意思啊，这个是谁给你的？有位男子叫我交给你的。他长什么样子？他戴着帽子跟墨镜，看不出长什么样子，大概这么高，穿这件蓝色的外套，往那里走了。谢谢。这里下着大雨，我今晚不回家了。晚安。如果你要回家的话，我可以送你回来。不用了，反正明天一大早我们要试礼服。我是怕你妈担心。怎么会呢？我们都快要结婚了，她不会在意的。而且，你怎么了？离开咖啡厅之后，你好像心事重重的，晚餐也没有吃多少。啊，我头有点痛，所以没什么胃口。怎么会这样的？老妈病了，不用太担心我，睡一觉就没事了。那你早点休息吧。你也是啊，不要看太晚。晚安。晚安。慢慢啊，你已经恢复了很多了，比之前好很多。相信再过一阵子就可以恢复了。来，要不要休息一下？你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。哎，这个病人真的很难伺候，脾气大又爱乱骂人。不跟你聊了，我先去忙了。嗨。嗨。我正好要过去找你。刚刚院长有介绍说你会是照顾我先生的护理员之一，想跟你打个招呼。以后还要请你多多照顾。乔太太，你太客气了，这是我的职责。我叫连安生。是 UCL 法律系的研究生，没有上课的时候会来这里做兼职。原来你是大学生，要半工半读，应该很不容易吧？已经习惯了，我从小就没有父母，凡事都要靠自己。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的，就当做是一种磨练吧。我先去忙了。你等一下，
拿去吧。乔太太，你这是？难得跟你有缘，也算是我一份心意吧。我先生现在在这里接受治疗，以后还要请你多多照顾呢。真的不需要，这是我的职责。别说了，收好吧。以后不要叫我乔太太，叫我 Helen 好了。Helen， 你在哪里？赶快给我进来啊！我吵醒你了？你怎么突然醒了？头还疼不疼啊？不疼了。怎么累了不进去休息啊？你也知道，我入院的这段期间，你需要一个人扛起整个 MNE， 我想尽快帮他减轻工作的负担。我答应你，我会听张医生的话，定时吃药，定期复诊，这样可以了吧？说话算数。对了，没听你提过，原来你和张医生是校友啊？是他告诉你的？是啊，他说你们大学的时候认识的。哦，他有跟我提起过，可是我对他没什么印象，所以没放在心上。他很关心我们的事，我还以为你们是很熟的朋友。也谈不上是朋友，最多在学校碰过面，又或者参加过同一个社团活动。他的人挺好的，有空你应该跟他多联系。反正你们是校友。嗯，好啊。你有必要对他这么坦白吗？这件事说出来，对你一点好处也没有，这你也知道的。他退出了更好，反正我本来就不希望跟这个人再有任何的接触。知不知道，他是你唯一的机会啊！可是我真的不希望为了要他来帮我打官司，就要跟他低声下气，甚至撒谎。我不想跟他成为同类。曼宁，你要我说多少次？现在真的不是任性的时候。你爸现在已经不在了，你跟你姐姐是你妈全部的希望。如果你真的出了事，那你妈怎么办？帮我跟我妈说，请她放心，我很快就会出来的。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做？你真的不需要我再联系Michelle？不需要。3点那边我要好好跟他配合，必要的时候我一知道怎么打，务必在上庭之前万无一失。你确实有实战经验，但这跟为自己辩护完全是两回事。有信心是好，但千万不要掉以轻心。吴佳明，如果你今天是想要劝我回 M1的话，我劝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。我对这地方已经没有眷恋了。我只有10分钟，有话你快说。我约你过来，目的只有一个，我要见王小玲。不可能。你要什么条件，尽管说。无论你出什么条件，我都会答应你。我可以向你保证，不会对你的当事人造成困扰。你这么做，就是为帮了检察官。这个你不需要知道，你只需要帮我安排见王小玲，其他的你都不用管。你试试看，看这肉软不软？好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哦，所以腌肉的时候要记得放猪粉。阿福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不好意思打扰你了，我是来请教财政钟校长一些烹饪问题的。什么请教啊？我们只是互相交流、切磋烹饪而已。你们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的？哦，我们刚巧在同一间烹饪中心上课，考试要到了，我是来请教你妈教我几道菜。就这么简单啊？是啊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喂，阿福啊，你不是说还有一道甜品要做吗？我看时候也不早了，我先回去了。
那道甜品我回去再试试做做看吧。我先走了，再见。要我送你吗？不用。我送你啊。妈，你跟阿福哥是不是？你不要乱说啊！你刚才不听他说了吗？我们在切磋厨艺。真的只是切磋厨艺这么简单？是的，就这么简单。哎呀，你看你呀，把人家搞得这么尴尬，东西都忘了拿了。哎妈，我帮你拿给他。不要乱说话啊！知道啦。阿福，美琪，你漏了东西啊？我太糊涂了，真不好意思，要麻烦你拿下来给我。不麻烦。其实我跟你妈真的只是一起上烹饪班而已，我没有其他目的的。别紧张，我只是想说，我妈离开学校之后，好不容易有新的生活，我很开心，她交到你这个朋友。如果你有心追求我妈，我鼓励你追求她；如果你需要帮忙，我会助你一臂之力的。我们完全没有这个意思，你千万别误会啊！我也知道自己是什么身份，我连想都不敢想。阿福，不要看轻你自己，你绝对配得上我妈。好了，我上去了，拜拜。连先生，你要我查的资料全部在这里了。谢谢。张子成今年36岁，曾经在英国 UCL 伦敦大学修读医学系，毕业之后就在当地的医院工作，直到2年前自动离职，过后就回到本地发展，一直到现在。有没有查到他离职的原因？表面上他是因为私人理由而申请离职，但实情根本就是另外一回事。难道他不是自愿离职的？对。当时张子成在未经许可之下对医院病患滥用违禁药物，虽然对病患的身体没有造成多大的影响，但这件事已经严重了违反了职业操守。照理说，张子成的下场应该不会只是离职那么简单，背后应该有人替他撑腰。我也是这么推测，可惜我找不到任何线索来证明这一点。这件事最终也没有被当地的医管局记录在案，所以也没有影响到他日后在这里的发展。他回国之后有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关注的事？这倒没有。他在回国之后就在中央医院工作，平时处事低调，朋友也不多。听到的评价一般都说他还算是个好医生。资料都带齐了吗？嗯，都在这里了。咦，你昨晚叫我准备盘问证人的问题，怎么不见了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昨晚真的有准备好的。其实你不用这么紧张的，现在我命运掌握在你手里，该紧张的应该是我吧？我知道我今天责任重大，所以我一直都争取时间做准备啊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今早一起床，我脑袋是一片空白，到现在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喂。看来 Sandy 是出了一些状况。他太紧张了，所有准备恐怕是白费了。待会我会向法官要求，由我来盘问王小玲。不必了，我已经做好最坏打算。既然你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，由谁来盘问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每一次失落后，谁来问候？失去才知道今生的所有。每一次彷徨，是谁的眼眸？坚定的眼神，相信着我不会保留。一路崎岖不退缩，再多挑战不放手。要勇敢往前走。